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桃子，今天教大家青丘马海毛玉刻的编织方法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这款衣服分成了玉刻、前后擦、身体、下摆、袖子、和领子这几个部分。先学习玉刻部分，采用边织边起下针的方法起针，起针完成后绕圈编织。下面了解一下图解，这里我以小码尺码图解为例，最终图解以拿到的实物为准。这里图解都是这样的格子形式，图中的一个格子表示一针，对应编织时的一个线圈。并针无论是几针并作一针，都是在一个格子。这里不同针法符号对应需要编织的针法，在图纸上都会进行相应标注，这里我就不一一举例介绍了。图解里这样空白的区域没有针，表示不需要编织。这里数每行针数时，就数这样的格子，然后与棒针上的线圈对应。图解侧边的数字表示圈数，绕圈编织时全部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后面遇到往返编织时，正面均是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反面从左往右看图解。注意在反面编织时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这就是图解的基本介绍。先起针，边织边起下针。具体织法请参考视频演示。首先取出对应线材，将线打一个活结。没有特殊情况时，开始预留10厘米左右，方便后面藏线头。左手拿起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一头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一针。右手用握笔的姿势拿起另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另一头，将线在右手的小拇指上绕一圈，无名指和中指轻轻压住线，这根线放在食指与中指之间。这个就是编织的基本姿势。第一针起好后，将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从上往下穿入左针的线圈。右手食指带线，绕线，将线挑出，套在左针上。线不要拉得太紧，不然后面不好挑针。这是第二针，继续起针，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从上往下穿入这两针之间。绕线，挑出，套在左针上。这是第三针，注意线不要拉得太紧。继续起针，穿入线圈之间，绕线，挑出，这是第四针。每次入针都是在2个线圈之间。
继续编织编起下针。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。这个就是编织编起下针的方法。起针完成后，开始织第一圈。先将棒针上的针数平分到3根棒针上。现在就已经平分好了。将针架成三角形，注意底部不要扭起来。从线头位置开始编织，取出第4根棒针，因为是绕圈编织，图纸都是从右往左观看。第一针是上针，织一个上针，这是2根棒针的交界处，将线头拉紧，不然成品会不太美观。起针的线头也需要拉紧。接着织一个挂针，将线头停留在棒针上，然后织一个右上3针并针，先从左往右挑下一针，然后将左侧的2针织一个下针，再将挑下的这个线圈盖过左侧的线圈。右上3针并针完成，挂针也就形成了。接着再织一个挂针，然后再织一针上针，注意要将线绕到棒针上方。然后织对应数量的下针，这里具体的数量对照各针的尺码编织。我这里以小码为例，织3针。织完的针法当作是一组循环花样，继续对照图纸，把对应的循环数织完。
注意两根帮针交接处拉紧一点。织完线头右棒针的线圈，表示一整圈的结束。现在第一圈就织好了，下面来编织第二圈。对照图纸编织。挂针位置正常编织。注意一组循环后面的下针数略有不同，编织方法都相同，大家对照各自的尺码编织，把这一圈织完。织完线头右帮针的线圈，第二圈也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一直织完前6圈。前6圈织好后，下面来织第7圈。对照图纸，先织前5针。完成后是一个右上2针并针，先将左侧一针以下针的方式挑下不织，左侧的线圈织一个下针，再将不织的一针挑下，盖过左侧一针，右上2针并针完成。继续对照图纸，把这一组循环织完。织好后可以核对一下棒针上的针数是否和图纸上一组循环针数一致。继续对照图纸，把剩余的循环织完。完成后，第7圈就织好了。后面数圈数时，可以数这样的辫子。有几个这样的辫子，就是编织了几圈。我这个是织了7圈的小样。大家如果后面分不清楚，可以在第1圈
扣好记号扣做标记，后面织到第10圈时也可以扣一个记号扣标记，后面每10圈扣一个记号扣标记。如果没有记号扣，可以用别针代替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一直织完前12圈。前12圈织好后，下面来织第13圈。对照图纸，一直织完一组循环的最后一针前，也就是还剩2个线圈时，织到对应位置后，织一个左上2针并1针，右棒针从左往右，同时穿入这2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。这样左上2针并1针就织好了，一组循环也就完成了。继续把剩下的循环数织完。这样第13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对照图纸，把第14圈也织完。下面来编织第15圈，同样对照图纸，一直织完一组循环的最后一针前，也就是还剩3个线圈时，这里我已经提前织好了。现在来织一个左上3针并1针，从左往右，同时穿过左侧3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。这样一个左上3针并1针就完成了，一组循环也就织好了。继续把剩余的循环织完。织好后，第15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重复编织一组花样。注意不同尺码一组循环针法略有不同，大家对照各自尺码的图解，把预刻部分对应圈数全部织完。后面编织到一定圈数，棒针上的线圈较多，容易滑脱，这时可以换环形针编织。这里我演示一下换针的方法。织好后，短棒针就全部替换下来了。预刻全部织好后，需要调整第1针的位置，对照图纸编织对应针数。注意每个尺码调整的针数略有不同，大家对照图纸编织。我这里是小样，针数较少。
织好后，在右棒针上挂一个胶扣，标记第一针的位置。第一针就调整好了，这样预扣部分就全部完成了。接着来学习前后插的编织，前后插是在预扣区域来回往返编织，反面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来编织第一行，对照图纸的针法编织。注意我这里小样针数较少，大家对照图纸编织。织好后，第一行就完成了。大家可以扣一个胶扣做标记，胶扣之间就是前后插的位置，这里我就不扣了。下面来编织第二行，翻面。注意反面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图解开始是对应针数的下针，也就是编织对应针数的上针。接着是上针，也就是编织下针。挂针位置正常编织。下面对照图纸把这一行织完。这样后，第二行也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前后插对应行数织完，这样前后插也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身体的编织，是在预扣部分和前后插绕圈编织。腋下还需要加针，用到的新针法是卷针加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编织后片位置。对照图纸编织对应的针法。后片位置织好后，将右袖对应针数修针，剪一段长一点的线头，穿入缝针。将缝针从右往左穿入左棒针的线圈，将线圈挑下，具体针数参考图纸，我小样这里针数较少。将两个线头打一个结。修针的线圈是右袖，下面进行加针，这里用卷针加针的方法进行加针。先来加第一针，将右手食指放在线的上方，顺时针转动，形成一个交叉的线圈，将这个线圈从下往上套到右棒针上，拉紧，继续再加一针，加完对应针数。
完成后，在中间右侧一针扣记号扣做标记。接着编织前片，对照图纸编织对应针法。织完前片后，同样将左袖对应的线圈修针。然后用卷针加针的方法加针。同样在中间右侧一针做好标记。预刻标记的记号扣可以取下了。这样身体第一圈就完成了。在棒针下方线圈标记第一圈的位置。身体后面剩余的圈数绕圈编织，大家对照图纸，把对应圈数织完即可。注意最后一圈的减针规律，对照图纸编织。完成后核对一下针数是否与图纸一致，这样身体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下摆的编织，一针下针和一针上针交替编织单螺纹针法。对应圈数织好后，需要单螺纹收针。下面演示一下方法，大家先学习方法后再编织。全部织完后，进行单螺纹收针。先织两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第一针下方是辫子，第二针下方是横线，因此先织一个上针，再织一个下针。然后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辫子，应该织一个上针。织之前，左手捏住右针线圈底部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下方后，穿回线圈，然后织上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横线，应该织一个下针。织之前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上方后，穿回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又收好了一针。每次都要编织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并且织之前都要通过移动右针变换线的位置。织上针时，线在上方；织下针时，线在下方。
我们继续将它们收完。还剩一个线圈时，线头稍微留长一点。固定线圈，最后可以用这个线头将首尾缝一下，确保没有明显的凹口。这样单螺纹收针就完成了。这样下摆就讲完了。接着来学习袖子，分为第一部分、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。第一部分，沿着袖口位置挑针绕圈编织。左右袖编织方法类似，注意这里的左右是衣服穿着时的左右。右袖是接着预刻部分绕圈编织，先将预刻部分预留的线圈穿回棒针上，然后在腋下卷针加针中间左侧一针开始挑，也就是做标记的一针，挑出对应针数后，然后在前后插位置挑出对应针数，接着之前修针的线圈位置编织对应的针法，织好后继续挑卷针加针剩余的针数。下面演示一下方法，大家先学习方法后再编织。先编织右袖，这里我继续用这个小样演示，先织第一圈，将之前修正的线圈套回棒针上，从右往左穿入线圈，将它们大约穿在2根棒针上。线圈放在中间，接着从卷针加针位置开始挑针，取出线材，小样颜色随机，将线头打一个活结，在右手上挂好。可以看到，卷针加针位置有一列一列的辫子，辫子下方有这样交叉的2根线。取出第3根棒针，穿入系腰扣位置，左侧对应的交叉的2根线。旋转一下织物，将打结的线圈挑出，调整一下线圈大小。这是袖身第一圈的第一针，接着棒针穿入左侧
相邻辫子对应的2根线，交扣可以取下，绕线挑出，这是第2针。继续挑完左侧卷针加针位置。现在到了前后插侧边，可以看到侧边有这样一个个小辫子。在旁边2针之间有这样的缝隙，在缝隙中穿入洞眼，大致均匀挑出对应的针数。挑的时候注意，拐角处也需要挑出1到2针，保证拐角处没有较大的空隙。然后挑侧边缝隙的洞眼，挑针。挑完侧边的洞眼，最后的拐角处也要挑出1针。完成后核对一下针数，想按这里前后插行数较少，挑针处较少。接着在之前修针的线圈位置编织对应的针法，取出第4根棒针进行编织。想按这里针法随机，实际大家对照图解编织。往下将它们织完。注意棒针交界处需要拉紧。修针位置的线圈织完后，接着
继续调卷针加针位置。挑第一针时注意，不要出现小洞，可以将旁边的一根线一起挑进去。这样袖针的挑针就完成了，实际挑针数量请参考图纸。接下来可以调整一下线圈的位置，将它们大致平均分配到3根棒针上。注意第一针和最后一针线圈不移动。接着在第3根棒针下方扣记号扣，织完这根棒针上的线圈，表示一整圈的结束。数圈数时，从记号扣上方开始数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第一部分后面的圈数继续绕圈编织，每一圈的第一针做好标记，这样袖子第一部分就讲完了。第一部分织好后来织第二部分，编织方法和预课部分相同，只是针数不同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它编织好即可。织好后编织第三部分，第三部分第一圈也需要减针，减针完成后对照图纸把剩余圈数织完，织好后也需要单螺纹收针，方法前面讲解过，大家对照图纸把右袖全部织好即可。下面来编织左袖，也是先将修针的线圈穿回棒针，然后在前后插，调出对应针数，调完后再卷针加针，调出对应的针数。调好后编织棒针上的线圈，最后在前后插，调出对应的针数，再把卷针加针剩余针数调完。下面演示一下方法，大家先学习方法后再编织。左袖的编织方法与右袖相同，先将修正的线圈穿回棒针上面，这里我已经提前穿好了。接着取出线头和第3根棒针，在卷针加针位置，从记号扣标记位置开始挑针。最后一针挑针时注意不要出现豆眼，可以往左多挑一根线。
接着，棒针上的线圈编织对应的针法。然后在前后叉上均匀挑出对应的针数。注意两端拐角处需要挑针，不要留有洞眼。最后在卷针加针位置挑剩余针数。完成挑针后，调整线圈，让它们大致均匀分配即可。注意调整时，第一针和最后一针位置不变，在第3根棒针下方扣胶扣标记。后面的编织方法与右袖相同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它们织完。这个就是左袖的编织方法。完成后可以将胶扣全部取下。下面来学习领子，在预扣起针位置挑出对应针数，然后绕圈编织单螺纹针法。织好后也进行单螺纹收针。下面演示一下挑针的方法。下面我用这个小样教大家挑针的方法，从后片任意位置开始挑。可以看到起针位置有这样的2根线，棒针穿入这样的2根线进行挑针。为了方便观看，我用其他颜色的线演示。将线打一个活结，将线圈挑出，向内一针，继续穿入这样的2根线。由于挑出的针数比起针针数少，我们可以间隔1针或者2针进行挑针。间隔1针，向内一针挑。需要调整针数时，就按照这样的方法。用3根棒针均匀的把领子挑完。
这样领子挑针就完成了。取出第4根棒针进行编织。后面的圈数，大家对照图纸进行编织。织好后进行单螺纹收针，收针方法和下摆相同。注意后面编织时，在第1针和最后一针之间做好标记，这样领子的编织就讲完了。到这里，这款毛衣就全部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